拜钟表行业所赐，从2012年起，我像迁徙的候鸟，每年飞往瑞士，以媒体身份参加1年1度的钟表展。随着去的次数越多，就越想深入了解这个有着世界花园之称的美丽国度。梦想照进现实，今年日内瓦表展结束后，我用了2周时间，揣着万能的瑞士交通旅行通票，对瑞士进行了一次深度的探索。若想了解一个国家，回望它的往昔是一个绝佳视角。旅行第一站，瑞士最古老的城市库尔。这里曾经是古罗马时期的贸易重镇。库尔位于瑞士的东部，是格劳宾登州的首府，也是雷蒂亚铁路的交通枢纽。举世闻名的全景观列车伯尔尼纳快车和冰川列车便途经于此。老城不大，我选择住在中心的一处公寓，这为旅行带来几点好处。第一，旅居空间比酒店宽敞，生活气息浓厚，性价比高，房主甚至还贴心地准备了一张详细的中文地图。其二，地理位置绝佳，离著名的库尔大教堂和历史博物馆步行仅需5到10分钟。第三，老城里禁止汽车通行，这让我可以惬意地开启一场随心舒适的 City Walk。穿行于阡陌交织的老城区，走在蜿蜒曲折的石板小路上，看着氤氲着时间与故事的壁画、雕塑以及独特的城市建筑，时间仿佛悄然静止，恍惚间带我一眼穿越千年。拾阶而上，距今800多年历史的库尔大教堂出现在眼前。它也被称为圣母升天大教堂，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。整座教堂保存得相当完好，当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照射在空灵静谧的空间中，五彩斑斓的光影神圣而梦幻至极。离教堂不远的地方便是格劳宾登州历史博物馆，馆内藏品丰富，从罗马时期的古文物到19、20世纪的民间收藏，甚至还有日常生活用品。通过这些藏品，老城的前世今生就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博物馆每周2到周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开放，用瑞士旅行通票便可以免费参观。浏览完博物馆，在老城里走走停停，悠然逛逛各式各样的商铺，也是很棒的体验。一不小心闯入了一家100年的巧克力甜品店。众所周知，瑞士的巧克力闻名天下，对于我这种深度爱好者来说，简直如获至宝。与老城仅1条马路之隔的是新兴的现代化商业区。老城入口处踩着高跷的雕塑作品非常醒目，就像指示牌一样。拥有500多家专卖店的库尔是苏黎世与米兰之间最大的购物中心，游客们从四面八方涌入这座购物天堂。比起购物，这里更加吸引我的是由瑞士大名鼎鼎的建筑师彼得·祖姆托修复改造的格劳宾登美术馆。只要来到库尔的人一定会来这里打卡，感受独特的艺术气息。美术馆分为2个部分，老馆是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历史建筑，新馆则是具有现代极简主义风格的地标式建筑。它们仿佛分属于2个平行时空，却又在这里彼此相依相伴。美术馆展出了自18世纪以来格劳宾登州本土诸多艺术大师们异彩纷呈的艺术作品，涵盖了油画、雕塑、装置等大概8000件作品，堪称格劳宾登州的艺术宝库。在这里，最具代表性、知名度最高的应属瑞士存在主义雕塑大师阿尔贝托·贾科梅蒂了。他的代表作品《行走的人》在2010年
由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出了1亿多美元的天价，刷新了当时艺术品拍卖成交价格的世界纪录。大师1966年在库尔逝世，馆里有许多介绍他的书籍，就连旧版的瑞士法郎100元现钞上都印有他的肖像和作品，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。其实整个贾科梅蒂家族曾涌现出多位艺术大师。他的父亲吉奥瓦尼·贾科梅蒂是一位印象主义画家，他的堂叔奥古斯托·贾科梅蒂是色彩大师，也是抽象艺术的先驱。作为2战后欧洲雕塑创作中最强的一位，贾科梅蒂别具一格的作品极具视觉冲击力，震撼之余，让我不由得思索：艺术家的世界是怎样的？通过创作在传递着怎样的精神性讯息呢？遗憾的是，美术馆的行程只计划了半天时间，导致许多作品看得有些走马观花，实在是可惜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大家，美术馆至少要留完整1天的时间，才能细细珍赏。这里的开闭馆时间与博物馆相同，同样是凭旅行通票免费参观。来瑞士之前，受朋友之托要帮他买一款很小众的香水，从美术馆出来，我便切换到购物模式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遇到的人带给了我更多的惊喜与奇遇，也让我的库尔之行变得愈加珍贵。精致生活 ，Chucho Coda， 欢迎关注奇想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朗奇。我在旅途当中遇到了我们的丁大姐和她的先生 Patrick。他想说的是，库尔呢是属于一个在中西枢纽地段，它在离米兰、离慕尼黑都只有1个半小时的车程，所以它是一个中西枢纽地段。明白。然后呢，我们也是属于意大利区嘛，靠近意大利区，所以它整个的这个文化和这些生活方式呢，都有一些比较轻松的、很轻和的。难怪我在这儿听到很多意大利语。对。还有很多意大利餐厅。对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个地方？如果第一次来到库尔的话呢，就非常欢迎，一定要去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，就是皮克先生出生的地方是库尔。这个酒吧是他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作品，他曾经有获得过奥斯卡的奖项。通过他的电影，这个 Hans Ludwig Giger 这个艺术家可以说是暗黑的一个鼻祖，就是异形之父。对，所以就有很多慕名而来，要去到他的出生地。是的。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对。这个艺术家，他是属于领先潮流了，在当时的环境下，没有人像他走得这么前卫。确实。然后他也是只生活在黑暗，他白天几乎都睡觉，晚上才做事情所以他的想法都是。难怪了，我们一直在风景秀丽，然后民风淳朴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怎么会有这种暗黑的这个想法和创意？但是可能艺术家就是艺术家，对他就是突然要有超前，对他一定要有一个超前的。整个酒吧的装潢都是他们只有东京和这儿。东京因为当时没有保护好。是的，所以和损坏的比较严重。这里他们就相对来说小心一些。异形的这些粉丝们，我再次告诉你们，你们一定要来朝圣一下，简直太棒了，太出色了。Patrick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一会儿就帮你们揭晓一下。这个地方是叫 Stabler， 从1958年开始的，是 Patrick 的父亲创立的这个品牌。在这个药妆店呢，在当地的库尔应该是远近闻名。因为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香水。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 Patrick 他自己创立的一个香水品牌，叫 Oud。看到了这一款香水，我闻了以后我就被它吸引住了，就是纯大自然的味道。对，那就是这款其实是 Patrick 的第1款。对，这是他们的第1款。对。那这个就是第2个香型了。对，这个叫 Evas， 也是罗曼语。对，草本的意思。这个是草本的意思。就干净、很清爽。对，很清爽。一般的香水它里面含量就是7%的香精，其他的就是酒精。对。它这一款里面，它已经做到了35%含量，很高含量的香精在里面，所以你只要喷一下，你就可以保持1天，持续时间非常长。对，90%都是全天然的成分在里面。这款我是闻到以后觉得
有一点点甜，奶香奶香奶香的这种感觉，就是一下让你就是很安静，对，对，就是安静。它想睡觉的感觉。对，它这款香水就是让人觉得是安静。对。那么他们当时做这款香水的时候呢，他们是想做到每一款香水应每一个卡罗宾农州的每一个区域，每一个区域的这些的味道会是怎么样的，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理念。先有这个理念，才会去研究做一些这样的产品出来。我们现在要揭晓 Patrick 的另外一个身份，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格劳宾登州的旅游形象大使。Patrick 为了格劳宾登州出了8种不同的香气的精油，代表它8个地域的香味。库尔之行充满惊喜，这是一座古今交融的活力之城，文化底蕴深厚，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，浓厚的艺术气息更为其勾勒出独特迷人的文艺气质。库尔当地人热情真诚，就像因香水而相识的丁姐与 Patrick 一样，缘分成就了这段旅行中意外的收获。我想我一定还会回到这里与他们相聚。如果你也喜欢历史，热衷建筑与艺术，那么库尔绝对不容错过。好了，下一站探访天使之乡英格堡，带大家登上被天使吻过的铁力士山峰，敬请期待。